大家好，我是邵远。这一期的只言片语，我一休和老郑将为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攀岩前热身的动作和心得。在上墙开始攀岩之前，正确的、充分的进行热身，不但可以降低受伤的风险，还能够让你爬得更轻松、更省力。热身的第一部分是模拟一些我们在岩壁上的攀登动作，比如折膝。使用与攀岩相似的动作热身，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活动开将要用到的肌肉群。接下来是骑式动作，侧骑式以及后骑式。侧骑式是身体对侧的手和脚向反方向延伸。而后骑式是身体同侧的手和脚向反方向延伸。与攀爬后放松时做的静态拉伸不同，热身时的拉伸都是动态拉伸，目的是增加血液在肌肉和肌腱中的流动。每个姿势不用保持很长时间，3秒钟左右即可。每个动作可以重复3到5遍。下一个动作是压肩，把双手放在膝盖上，2个肩膀依次向身体中线方向扭转。然后双腿岔开站立，我们来用腰部扭转一下上半身。第二部分，我们来拉伸大腿以及开胯。首先是侧压腿，动作要尽可能的连贯舒展，既不在一个拉伸位置停留过长的时间，也不要使用猛力快速冲击拉伸的极限。下一个动作，坐下来，双脚并拢，双腿打开，上身尽可能的向前够，来开胯。接下来用手拽住脚背往上抬，拉伸大腿前侧。此外，一休还介绍了2个攀岩教练千叶启史发明的动作。第一个动作，坐在地上，用髋关节发力向前和向后移动。第二个动作，坐在地上，双腿打开，尽量沿一条光滑的曲线左右滚动，记住不要碰到地面。热身的第3部分是旋转，依次旋转头部、腰部、膝关节以及脚踝，打开它们的活动范围。接下来第4部分，我们来活动肩关节，双臂伸直打开，用手画圆，从小圆逐渐画到大圆，向前和向后都要做到。下一个动作类似瑜伽里的拜日式，双手合十向上举过头顶，然后向两侧展开，肩膀往后打开。下面一个动作，手臂向内侧水平伸直，并用另一只手臂压住它，往胸前挤压。做这个动作的同时，还可以顺便拉伸侧腰。下面把手臂抬高，把肘关节放在脑后，用另一只手握住肘关节，帮忙向后拉伸。这个动作主要是为了提高肩膀的灵活度，肩关节的灵活度对攀岩来说至关重要。好，接下来第5部分，我们来活动最容易受伤的手腕和手指。第一个动作叫做手腕肌腱滑动。
第二个动作，拉伸前臂的伸肌和屈肌。接下来活动手指，这个动作叫做手指肌腱滑动，分为4步：1、2、3、4。1、2、3、4。最后用掌心把每一根手指都分别轻轻压开。最后第6部分，在上墙之前，我会做一点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把自己的心率提升起来，让身体进入运动的状态，比如高抬腿和开合跳。好了，攀岩之前的热身动作基本就是这些。做完这些动作以后，就可以上墙开始爬一些简单的路线，逐渐提高难度。此外，关于报时之前的热身，我们的朋友老郑还有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那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因为在报时上，它虽然很低，但因为没有绳的保护，我们都是跳下来，有主动的跳下来，也有被动的跳下来，所以说其实是容易受伤的。其实这个 fall 的训练和热身也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在这个 fall 上我是怎么去训练的呢？我会找一个很好抓的手点，但是我就专门的热身这个往下 fall，一点点高，一点点高，一点点高，让这个腰和腿有适应感，别一下子就觉得很高那样子的。这不仅在热身上，它会让你今天就是 fall 的时候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而且随着你长期的这样的攀岩和 fall 的话，你会越来越有经验，乃至于你在很高处脱手了，你在空中你的腰会做微调。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在 bow 的之前也把这个 fall 的这个热身和训练加进去。但是大家都会觉得马上去做，但我觉得呢，就是你热身的时候就应该一点一点的。就我自己的话，我会就刚开始就会去只是跳起来，然后呢感觉要去摸，但是并没有去摸。然后第二个呢，我会出手去拍它一下，就并不发力第三步呢，我再过去发一点点力，就感觉到身体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肌肉记忆就会越来越强最后到那个抓到之后，你就有点觉得很自然，就没有恐惧感或者没有觉得会拉到肌肉的感觉。所以说我会就是无论从训练还是热身的角度，我都会这样做。我也建议大家就是说在这种基础上去摸索一下自己适应的方法。对，这就是我从单个角度跟大家分享的。好了，这一期的内容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在攀岩之前都能做好热身，避免受伤。我们下一期再见。